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，我是 Nico。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：靠近什么会让你们变得幸运？靠近什么会让你们变得不幸？那在我们面前呢，有4组牌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、第二组牌、第三组牌、第4组牌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。稍后的话，我会做出一个解读。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，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。首先呢，上方的这几张牌都是关于怎样做能够让你们变得更幸运。那么下方的这3张牌呢，它代表的是你们靠近怎样的人和事会让你们变得不幸。那首先我们看这张星币10啊，星币10这张牌，它代表的是温暖的家庭，或者说一个让你们感到安全的环境，能够让你们变得更幸运。人生最大的财富，最好的良药就是爱与家庭，和自己的家人保持联络，和你们爱的人、爱你们的人保持沟通，能够让你们变得更幸运，或者说给你们信心和勇气去面对人生。因为星币10的话，它代表的本身就是一种圆满啊，你们的家人就是你们最大的财富，所以说你们的这种幸运色也是明亮的暖色系，亮黄色、淡黄色还是姜黄色。黄色本身能够带给你们一种明亮愉悦的心情啊，也能够带给你们一些好运。所以说你们的服装啊、搭配啊，或者说一些装饰啊，去添加一些黄色系的饰品和衣物，能够让你们变得更加幸运。第2张牌啊，圣杯6。圣杯6这张牌，它可以代表的是一个礼物的馈赠，说明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可能有一个人会带给你们一个意外的惊喜，或者说礼物。这个礼物呢，本身就像一个幸运符一样，能够让你们未来的发展变得更顺利一些。而且呢，这个圣杯6的话，牌面当中可以看到很多的鲜花，这种植被啊，它能够让你们变得更幸运。因为鲜花本身它就是生活当中最具象化的一种美好，所以说你们可以尝试着去时不时的购买一些鲜花。那么接下来的这3张牌呢，第1张牌就是 Jupiter 啊，木星，它带来的是一种 abundance 富足。木星它本身代表的是丰盛，代表的是财富，某种知识的增加，让你们变得更加富足。这种富足呢，这个数字7也代表的是你们近期的幸运数字是7啊。如果你们经常看到这个数字的话，那么接下来你们某方面的东西会增加，有可能是账户的余额，或者说自己的知识某个技能会得到提高。这个数字总而言之会带给你们好运。那么第2张牌呢是 Aquarius I know。水瓶座代表的是你们在某个行业、某个领域的知识和技能、认知得到了提高。你们可能近期会打算学习到一个新的技能，阅读一些书籍，代表的是你们正在努力的想要提升自己的一种欲望。而这种知识的摄入，某个技能的练习能够带给你们好运，或者说能带给你们一些意外的机会。而我们抽到的这张牌呢 Crystals 水晶，它可以净化一些能量，缓解你们的焦虑。当这种负面能量被净化和过滤掉，你们也会变得，你们的运势会有所改善。我们接下来抽到的这3张牌，首先呢，这3张牌是你们要远离的一些人和事，因为这些都会让你们变得不幸啊。首先第1张牌正义牌，这并不是一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正义啊，因为牌面当中的这个人他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，也就是说它代表的是一种不公正的待遇和环境，没有办法给你们提供有效的一个发展的平台，而这个环境是你们需要远离的。这种不公正不公平的环境，你们处在这种环境当中会抑制你们的发展，你们真正的能力和天赋会被这种环境所压制。而这张牌它也代表的是你们的身边可能有某个人或者说某一类人，他们在一些事情上有着很明显的双重标准，这种人你们也要远离他们，因为他们会让你们变得不幸。第2张牌是权杖10，权杖10代表的是你们给自己的负担太重了，你们对自己的期待和要求过高，
会影响你们未来的发展。这种期待啊，对自己的高要求，甚至变成了某种执念或者说习惯，它让你们在很艰难的前行。但是好消息是，可以看到你们现在是在走一个上坡路的，也就是说你们在不断提升自己的过程当中，你们是处在一个人生上升的轨道上的。这个时候你们可以稍微的卸下自己身上的包袱，或者说某种太过强烈的责任感，轻装上阵。而第3张牌呢是这个星币6啊，星币6的话怎么说呢？你们要远离花钱大手大脚、冲动消费的这个习惯，因为这个习惯会让你们变得不幸。而星币6代表的也是你们在关系上、友情上还是感情上都会容易过度付出。而且呢，在感情当中有这样的一类人，他们会让你们不断的付出，不断的向你们索取。你们要远离这一类人，并不是说所有的感情当中的桃花都是这样的，但是有这样的一类人，他们会不断的向你们索取，让你们不断的付出，让你们得不到相应的回报。这个时候你们就要远离这一类人，因为这种人他会让你们变得不幸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、点赞或者投币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牌上边的这几张牌是关于靠近怎样的人和事能够让你们变得更幸运。当然这几张牌当中也有关于你们未来的幸运数字和幸运颜色。那么下方的这2张牌呢，是关于怎样做会让你们变得不幸，靠近怎样的人和事会让你们变得不幸啊。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一张权杖6啊，权杖6它代表的是一种分享啊，分享一些美好的东西，分享一些知识，分享一个今天的好消息，而分享的对象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，一个你们爱的人，或者说爱你们的人。通过分享能够让你们变得更幸运，能够增加你们的运势，能够让事情的发展变得更顺利。因为分享它带来的是一种信息的交换，当你们把这种信息交换以后，别人也会有想要和你分享的欲望。这个时候你们通过这种信息的流动，可以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。而且权杖6它代表的是一种很鲜艳的红色啊，饱和度很高的一种颜色，这种饱和度高的颜色也能够给你们带来幸运。如果你们能够在自己的饰品啊、衣物当中添加这种颜色，可能会有一些意外的惊喜。那第2张牌呢是隐士牌啊，隐士牌它给到的指引是远离纷争，去到一个安静的地方，或者说多接触大自然的能量，多进行冥想和反思，整理自己的能量啊，在安静的环境当中反省，纠正你们自己过去没有意识到的错误啊，能够让你们摆脱不断重蹈覆辙的命运。这张隐士牌也告诉你们，你们现在可能正在做某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或者说正在准备某个很重要的工作。隐士告诉你们要低调的、隐秘的去做这件事情，不要对外宣扬，默默的努力啊，这种脚踏实地的努力反而是一种捷径。第3张牌呢是宝剑骑士，宝剑骑士告诉你们，独立思考的这种能力会很重要。独立思考的这种能力能够让你们变得更幸运啊，不人云亦云，不随波逐流，时刻坚守自己的底线，你们会在某个时刻收获到巨大的回报。而且呢，这张宝剑骑士代表的是一种很强烈的能量和冲动，你们在某件事情上可能会正在积蓄自己的能量，完成一个突破。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够让你们少走一些弯路啊，这个世界当中其实有很多的陷阱，当你们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，当你们被周围的人和环境推着向前走的时候啊，你们就会掉入到那种陷阱当中。所以说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够让你们掌控自己的生活。所以说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是不幸的。如果你们有独立思考的能力，那么你们的人生就是幸运的，因为你们能够主导自己的人生。那接下来我们抽到的这几张牌呢，第1张牌就是 First House The Body。这张牌告诉你们，你们的身体健康是你们一切运势的基础，你们要注意有规律的锻炼，不要因为某件事情或者说某段关系而过度透支自己的身体。你们的身体是一切运势的基础，你们要记住这一点。
有的时候你们可能会因为过分的专注于某个事情，而在个人形象上变得不修边幅。但是这张牌告诉你们，你们适当的收拾一下自己，整理一下自己，打扮一下自己，也能够给你们带来好运。那么这张牌呢，第5宫啊 ，creativity 它代表的是一种创造力啊。这种创造力意味的是你们需要一个环境啊，这个环境能够激发你们的创造力，或者说在这个环境当中，你们会有很多的力量和想法，你们会被某件事情所激发，思维变得更加活跃。在这样的一个能够激发你们创造力的环境当中，你们就会变得更加幸运，你们的运势就会有所转变和改善。这张牌也在告诉你们啊，就是说第5宫带来的这种创造力，意味的是你们在某件事情、某个领域上有很多的想法，有着某种特殊的天分和创造力。这个时候你们要把自己的想法记录下来，然后把这种想法用某个工具分享和传播出去，这会让你们收获到好运。总而言之，就是要向这个世界去展示自己，表达自己。创造力它代表的是一种生产性的活动，所以说有意义的人生就是你们在不断的创造一些东西。而我们抽到的这2张牌，它其实分别代表的是2个数字啊，第一个数字是25，第二个数字是29。也就是说，在每个月的25号和29号，你们会收获到一些好运，或者说意料之外的惊喜会找到你们。那么接下来的这2张牌呢，第一张牌就是 artist 告诉你们从事一些有创造性的活动啊，去生产而不是消费，能够带给你们好运啊。某种艺术形式的创作能够带给你们一些好运。而第2张牌呢是 animals， 如果你们有条件的话，去多接触一些小动物啊，养一只宠物，它也能够带给你们好运。这种小动物能够带给你们一种很坚固的生命能量，能够帮助你们抵御一些很糟糕的东西。那么我们抽到的这2张牌呢，是你们需要远离的一些人和事。首先第1张牌是权杖7，权杖7的话，它代表的是在一个环境当中啊，如果你们现在处在一个环境当中，这个环境当中每个人都很自私，而且在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会推卸责任。一旦出了问题，可能你们在这个环境当中不会得到帮助，还会受到指责，所以说你们要远离这种环境。第2张牌呢，教皇牌的逆位，并不是每一个人的建议和帮助，并不是每一个人的建议和指引都是对你们有帮助的。这张教皇牌代表的是有一些人，他们自我感觉良好，会给你们一些并不适用于你们的意见和建议，甚至有可能会批评你们，对你们进行道德绑架，打压你们。所以说这种人你们需要远离啊，他代表的可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领导、老师或者说长辈，他会压制你们的运势，你们要离这种人远一点，因为长期跟这种人在一起，他们并不会分享给你正向的能量，还会影响你未来的发展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、点赞或者投币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第3组牌啊。首先第3组牌呢，我们抽到的这6张牌是关于你们做出怎样的行动和改变，你们靠近怎样的人和事会让你们变得更幸运。而这2张牌呢，代表的是什么事情会让你们变得不幸啊？你们靠近怎样的人和事会让你们变得不幸。那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星币4呢，这张牌是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要守护住你们的财富，或者说财运啊，不要大手大脚，保持你们账户当中有一定的积蓄，这能够让你们对冲一些风险，并且能够这种有一定的积蓄的话，能够让你们在未来抓住一些机会。所以说这种方式它一定会让你们未来变得更幸运，会带给你们一些好运，因为当机会来的时候，必须要有能力抓住这个机会，这个机会才有意义。所以说你们要适当的为自己存储和积蓄，这会给你们带来好运，也会让你们拥有一些自由啊，去拒绝一些你们不想做的事情。那第2张牌呢是皇帝牌啊，皇帝牌去试图靠近一个能够帮助到你们的人啊，这个人他拥有强大的实力和资源，他能够提供
或者说分享给你们某种很珍贵的资源啊，比如说经验啊、人脉啊，给予你们某种经济上的支持和帮助，而且这个人他会出现在你们未来的生活当中。第3张牌呢是星币2啊，星币2呢，它代表的是两手准备。如果你们现在在上学的话，你们可以去尝试着去修一个双学位。如果你们在工作和创业上的话，你们要给自己准备一个 Plan B 啊，两手准备，多学习一项技能，或者说多做一种准备。当你们的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当中的时候，那么你们的这种行为啊，它就会给你们带来更多的机会，或者说好运。这是你们要在未来做的准备。那么接下来的这3张占星神谕卡的第1张牌就是 Life's Purpose。人生的使命啊，你们现在可能还没有找到自己人生真正的方向，你们可能在迷茫，或者说如果你们找到了，那恭喜你们。你们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使命和存在的意义，因为你们一旦找到，你们就会发现，整个人的运势会发生转变，因为当你们想要实现某件事情的时候，整个宇宙都会来帮助你们。而第2张牌呢是这个 Part of Fortune Increase 啊，这张牌是一张运势增强牌，就是说你们好像被上了一个 buff 一样，这个运势增强会让你们接下来的运势有所转变，而且你们在接下来的人生发展会迎来一个转运的时机点。而且呢，这张牌代表的这个幸运数字也是你们需要注意的啊，4和5，或者说45。我们可以把它拆分开来，就是说4和5的话，4意味的是稳定，稳定才能够得到发展，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可能处在一个动荡的阶段，或者说接下来你们可能会有一些动荡发生，不确定的随机的事情。这个时候当你们在一个动荡的阶段的话，你们要先尝试着把自己稳定下来，因为只有稳定之后，你们才能够接下来的这个数字5，它意味的是改变，就是说你们把自己稳定之后，你们才能够尝试着去做出一个改变。而改变本身，我认为它永远都是一个很积极的词汇啊，因为它代表的是你们不断踏出自己的舒适圈，不断的得到一些新的机会，扩展自己的能力、边界和认知。而第3张牌呢是 Neptune Sacrifice。那么这张牌我思考了很久，我还是决定把它归类于一个能够让你们变得幸运的行为和改变上面，就是说敢于去牺牲，或者说放弃掉一些东西。因为过去你们可能在一些关系啊、事情上不断的投入，但是又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，它慢慢的变成了一个无底洞。所以只有你们敢于去放弃掉一些东西，放弃到那些看不到回报的事情，这样你们才能够变得幸运，这样才能够让你们的运势触底反弹，不然的话你们会处在一个无底洞当中不断的坠落。那么接下来的这2张牌呢，是在告诉你们什么事情会让你们变得不幸。第1张牌宝剑10啊，宝剑10代表的是你们太过于在意别人的评价和看法，你们就会变得越来越不自信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变得患得患失、畏首畏尾。直观的感受就是自己的运气怎么变得越来越差了。所以你们要远离那些不断否定你们、质疑你们的人。而且第2点是不要太过于在意别人对你们的评价和看法，因为你们的人生是自己的，你们要活出自己的人生，你们要坚定的相信自己内心当中的声音，不要轻易的被外界的评价所动摇。而第2张牌呢是这个圣杯5啊，圣杯5代表的是你们现在依然活在过去的一些已经失去的东西当中，依然耿耿于怀，没有彻底的走出过去，这也会让你们变得不幸。这会让你们生活在一种痛苦的回忆当中啊！你们要远离过去的回忆，要和过去做一个切割。你们现在要多看一看自己身后依然拥有的这2个圣杯，你们要拥抱未来，而不是沉溺于过去，自怨自哀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、点赞或者投币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第4组牌。首先第4组牌上方的这6张牌告诉你们做出一些怎样的改变，靠近一些怎样的人和事，能够让你们变得更幸运。
而下方的这2张牌呢，它是在告诉你们做什么事情，或者说靠近怎样的人和事会让你们变得不幸。那第1张牌就是宝剑国王啊，宝剑国王它代表的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，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可能正处在某种极端的状态当中，就是可能你们的，或者说你们在准备推进某件事情，准备某个考试的过程当中，你们会发现有的时候你们的理论知识很丰富，但是实践不够，或者说做了很多的努力，但是没有总结出一套有效的方法，效率很低。那么这张牌告诉你们，把自己的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，这样才能够让你们努力想要达到的某个目标快速的推动和发展，让你们变得更幸运，有更多的机会。行动和思考同样重要，要有计划的、有针对性的去做出调整和改变。所以说幸运它并不是一个很空洞、虚无缥缈的一个概念，它是一个很实际的东西。为什么我们说越努力的人越幸运？就是在努力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思考和调整，那么往往这个时候你会比一般人得到更多的机会。所以说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，一边行动一边思考，你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幸运。第2张牌是女祭司，灵性智慧的觉醒，也就是说你们可以尝试着在塔罗牌当中寻找一些问题的答案。那么这种神秘学可能在某些人眼中它是封建迷信啊，但是似乎塔罗能够带给你们一些力量，也能够带给你们一些灵感，它能够让你们觉得自己是更幸运的，它能够帮助你们，它给到你们的一些指引能够帮助你们趋利避害。所以说利用塔罗牌这种工具，帮助你们得到一些答案，做出一些改变，它确实能够让你们变得更幸运。而第3张牌呢，恋人牌啊 ，Lovers， 谈恋爱会让你们的运气也随之改善。所以说，或者说你们未来会遇到一个带给你们力量、勇气和好运的人，所以不要害怕爱情，也不要回避它。当它来的时候，你们就尽情的享受它，享受爱情带给你们的一些美好。所以说这个爱人牌的话，说明你们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是有可能开启一段全新的感情，或者说如果你们现在正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的话，那么这段亲密关系它能够帮助你们成长啊，能够带给你们一些好运。而且呢，这个恋人牌它代表的这种幸运数字是6啊，也就是说如果你们近期经常看到6这个数字的话，代表的是一切顺利，而且6这个数字意味的是大天使想要告诉你们，你们马上就会拥有一段新的爱情了。那么接下来的这3张牌呢，第1张牌是 Air Element Communicating， 可能你们现在并不是很擅长于沟通，或者说表达自己的想法，但是这张牌告诉你们，沟通能够消除一些阻碍，让你们获得一些认同，能够让事情的发展变得更顺利，也能够让你们变得更幸运，得到更多的机会。所以不要封闭自己，尝试着多与人沟通，建立联系。而第2张牌呢是天蝎座带来的 Transform，因为改变，它可能你们对于改变有着比较复杂的情绪，因为有的时候改变会变得好，会让你们变得更好，也会让你们变得更差，你们需要承担这种风险。但是如果你们在更高的格局去看待这种改变啊，改变本身它就是一种突破，无论变得更好还是更糟，你们起码都告别了那个一直在原地踏步的自己。但是如果我们停止改变的话，我们就失去了变好的可能，当然变坏的可能也会失去。但是如果我们不断的做出改变的话，只要你们能够抓住一次改变带来的变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，你们就能够找到一个支点，在这个支点或者说经验的帮助下，下一次改变你们变好的几率会提高。这样通过不断的积累啊，做出针对性的改变，你们变好的几率就会越来越大。当变好的几率越来越大的时候，那么其实意味的是在外人看来你们会变得越来越幸运，但是他们不知道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什么。所以说幸运它只是一个结果啊，过程在外人来看他们是看不到的。所以幸运它并不是一个凭空产生的概念，它是在不断的行动和努力的过程当中你们所得到的一种奖励。而第3张牌呢是 Individuality， 这张牌告诉你们，你们在变得独立的过程当中也会变得更幸运，因为过去可能你们一直在依赖一件东西，依赖某个人，
这个时候你们的人生发展和某个人某件事情是绑定在一起的。只有你们摆脱对于某件事情某个人的依赖，你们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的去掌控自己的运势。只有你们掌控了自己的运势和发展，你们才能够有机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幸运。所以说我们在这组牌面当中可以看到啊，幸运它并不是一个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，而是具有一个很强的技巧能够操纵的一种东西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抽到的这2张牌呢，告诉你们不要做什么事情，或者说靠近什么样的人和事会变得不幸。这张宝剑4呢，可以看到啊，它代表的是一个非常阴暗潮湿的环境。这种阴暗潮湿的环境会增加你们身体得病的概率啊。这种阴暗潮湿的环境也会让你们变得很封闭，所以说你们要远离这种环境啊，这种环境会让你们变得不幸。第2张牌呢，宝剑9啊，宝剑9代表的是你们在某种努力过后会陷入到一种失落的情绪当中，也就是说在某件事情上面或者说某个目标上，你们当下的欲望是要大于能力的，这会导致你们在某个尝试的过程当中进展不及预期。这个时候你们要脚踏实地的去一点点提高自己的能力，然后降低自己的欲望。因为有些事情并不是你们努力就可以达到的，你们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成长和调整自己的方法。所以说这张牌告诉你们，当你们陷入到了某种盲目的努力当中，可能是在准备某个考试的过程当中陷入到了题海战术里边，这个时候你们的努力它不带有思考，你们就会变得不幸。所以你们要让自己的努力做出的每一个行动和改变都是有目的的，不要盲目的陷入到这种努力当中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、点赞或者投币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